的公司开业以后呢，我就负责客服这块，勤奋哥你就是董事长，光子哥啊，光子哥做什么好呢？哎，勤奋哥，你说光子哥做什么好呢？看什么呢？哎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想吃火锅吗？要不咱换一家？又是这个男人，不是什么好人，一天到晚去我们宾馆开房。也行，那走。嗯，再讲好多次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菲菲，去处理一下。秦范，勤奋哥。小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么做值得。值得。舒阿姨，哎，哎，展明，你怎么赶这点来了？来，陪我喝两杯，喝两杯啊！哟，菲菲呢？菲菲没回来。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说这孩子，人到这儿来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哦，爱锦帆，你说感情怎么就这么奇怪呢？你越想抓住他的时候，就越抓不住。最近我一直在挣扎着，内疚着，我就觉得我内心背叛了他。我挺痛苦的，真的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却早已经有了别人。你说，几个月之前，我以为我们能够在一起，生孩子，组个家庭。我们为对方付出了那么多，可没想到，最后变成这个样子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初我跟林星分开的时候，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背叛我、抛弃我。我也特别自责，我恨我自己。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其实感情有时候不是缘分的问题。我们俩没能在一起，只能说明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两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早晚会在一起；如果不是，也许早晚都会分开。同一个世界，悲哀的是，我们只有生活在一起，经历了许多东西之后，你才知道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
也许吧。生活总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哎，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走吧。到了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朋友，又是合作人，要说谢谢就太见外了。对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快去休息吧，别着凉了，都湿了。嗯，那你也赶紧回去吧，别感冒了。快进去吧。我回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还是谢谢你啊。快点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菲菲，怎么你身上这么湿啊？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哎，你等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展明送你回来了？不是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展明呢？怎么不进来啊？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，不是，我永远都不想听到。而且，他从现在开始不会再在这个家里出现。不是，你说这怎么了？这是吵架了呗？哎，快给展明打一电话，告诉他菲菲回来了。哎，钱叔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回来我就放心了。好，那我现在，他现在干嘛呢？那个他去洗澡了。啊，行，那让他早点休息吧。我今儿就不过去了，啊，我明天过来。嗯，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再见。都说什么了？哎，他就问菲菲怎么样了，还说呢，明天早上接菲菲上班。哎，我怎么觉着他们俩吵架了呢？你说有什么可吵的呢？这珠子哪儿来的呀？朋友送的，保平安。今天你的同学去找我了，他要真打算在我那买车的话，我还真能给他打个折呢。谁呀？就那个在银行工作的那个叫什么齐娜。他找你？啊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，我想看他到底哪里好，让你那么不愿意放弃他。
有什么事儿就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我只不过把你说了1个多月的话变成了现实。他自杀了，上吊了，还是要死要活的折磨你了？我看人家活得好好的呀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太失望了。周展明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我现在恨不得要杀了你。你要杀了我？没问题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可你杀了我有什么用呢？啊？你们女人呢，不理智起来都一个样。好，我现在理智的听你说一说，你觉得现在这事情应该怎么办？现在分不分手，由不得你了吧？对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没错，那笔钱我没有直接给菲菲，我碰到个机会，去做风投了。本来想大赚一笔，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全赔进去了。我现在是没办法。我只能跟菲菲结婚，我必须跟菲菲结婚，只有结婚，我才能拿到豫园改造的收益，我才能堵这个窟窿，我才能向你还债，向你赎罪。可你不给我这个机会，你把这一切都毁了。周展明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的甜言蜜语，我不相信，因为你是一个骗子。地地道道的骗子。那600万的窟窿，你想好怎么堵了吗？如果真出了事儿，死路一条的肯定不是我，而是你。秦娜，咱们2个现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我真是为你好。混蛋！
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跑哪儿去了？24号戏。哥，哥，啊，有你的信。来了。特神秘，没有名字。哎，是不是菲菲姐呀？怎么还写信啊？情书吧？行，没你事儿啊，回屋看书去。秦奋，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国内了，离开了这个让我伤心、让我成长的地方。这些年，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，就是放弃了你，去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，追求那种虚荣现实的生活。嗨，秦奋，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。我不想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挤公车、挤地铁。我真的累了，就这样吧。事实证明，我失败了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。爱或者不爱，是演不出来的。当我在广州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其实我根本没办法忘了你。所以我迫不及待地从上海又追到了厦门。我想帮你，我想重新回到你身边，我想弥补我曾经犯过的错。这么说，那你是不是还没忘了我？如果我现在说我想回来，你还能接受我吗？可是老天爷似乎并不想给我这个机会。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以后，却再也没有机会跟你走在一起，因为你已经爱上了钱菲菲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爱或者不爱，是演不出来的。老贺的儿子从广州又追到了厦门，他拍了很多我们的照片，全给了他爸，所以我离婚了。他没给我1分钱，整件事情唯一的失败者就是我，这就是老天给我的惩罚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干干净净的重新开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以我这样的个性，很快就能走出来。倒是你自己，应该好好改变一下自己。在感情上，爱了就得大胆地说出来，要尊重自己的内心。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爱情。我知道，你还没有放弃钱菲菲。我想她也是爱你的。所以加油吧，祝你能够战胜那个道貌岸然的男人林星。好了。
二爷。啊，哎呦，大明，哎，早啊，没吃呢吧？啊，正好，来吃点吃点。哎，菲菲还没起床呢，一早就上班去了，今天走的还特别早呢。已经走了。是啊，我刚起床他就出门了。我还问他呢，我说你今天干嘛走这么早啊？他说他们公司里有事儿。你们俩怎么了？啊？你们俩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怎么。呵，我怎么看你们俩这2天怪怪的呀？吵架了吧？没有，瞧您说的，真没有。真没有啊？没有。哦，大明啊，菲菲这孩子他脾气大，你可得让着点。你瞧你们这小年轻的，他动不动就吵架，哎，这样不好啊，可不能这样啊！但真没有，真没有，让你们操心了。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毕总想见我？不是，那是有点难以启齿。没事，你尽管说。你想见毕总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告诉你个事情。这可是我花了不少的人脉才得到的情报。毕总喜欢钓鱼，他每个礼拜都会去一个地方钓鱼。钓鱼？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？哥，吃早饭啦！你先吃啊。干嘛呢？一大早翻箱倒柜的，挖了东西。找什么呢？找着了。鱼竿啊！这玩意儿几年都没用了，你拿出来干嘛？今儿啊，我约了一朋友钓鱼去。钓鱼啊？你今天不上班啊？今儿不用上，自己当老板就是好，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，反正也没人扣工资。想上就上。哎，你还没吃早饭呢。撂下去。哟，大爷，钓鱼呢？啊，您经常来吗？啊，经常来，我都退休好几年了。哦，退休了。啊，那您慢慢钓啊啊。哎呦，您怎么给扔了？我叫那鱼长长记性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吃东西。有点意思啊，还真没见过像您这么钓鱼的。哎，我钓鱼就是这个乐趣。您经常来吗？经常。那这钓鱼的人您都熟吗？不太熟，来这钓鱼的人都图个清静。哦，都不怎么爱说话。哦，那您慢慢钓啊。哎。哎呦，您这竿儿不错，应该挺贵的吧？哟，好眼力啊，1万多呢。哎，你试试。哎，真是，试试看。这么轻啊！啊，真不错，1分钱1分货呀。是啊。您经常来吗？经常来，有空就来。啊，您贵姓？我姓赵。您知不知道在这钓鱼的有个姓毕的？姓毕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人？怎么了这是？心脏病。那快打120了。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有人犯心脏病了，快点来。大夫，怎么样？病人患有心脏病，
经过抢救，现在脱离危险了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哥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我不饿，我回屋了。你钓的鱼呢？都放了。放了。这孩子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慢吃饭。哎呦，坐下吃呗。你不是说自个儿当老板，迟到了也没人扣你工资吗？这不干活，为什么？这今儿钓鱼。又钓鱼。医院。我是救了一个人，可是真不赖我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见义勇为，做好事不留名，别。毕总，好，行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哎，儿子，谁进医院了？跟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事妈。您儿子要转运了。啊？他说转运了。我哥最近怎么老神神叨叨的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的，要不是你，我已经到阎王爷那报道了。毕总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就是举手之劳，是应该做的。你的情况，陶经理都跟我说了。你想做租车生意是吧？是，这一块不太好搞啊。是不太好弄，但是我有信心做好。好，年轻人有理想固然是好，但也得切合实际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也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，但是我很愿意跟你合作一把。我已经跟陶经理讲过了，我们公司赞助你2部汽车，啊，别着急，先慢慢做起。毕总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应该的，好好干。谢谢您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是钱大经理吗？啊，不对，应该叫钱总。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毕总答应跟我们合作，应该好好庆祝庆祝。对了，昨天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那就好。这2天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们见个面吧。好，那我等你电话，拜拜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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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工了！开工了！你好。勤奋租车看一下，帅哥，勤奋租车，打折啊！嘿，帅哥，勤奋租车，帅哥，勤奋租车，欢迎来勤奋租车看一下啊！别偷懒啊，待那不动。给你。休息。知道了，小哥，不要耽误我。哎。喂，您好，勤奋租车。
您要租车？哎，好，您知道我们的地址吗？好的，我们恭候您的光临，再见。什么情况？咱们的第一个客人马上就要上门了，咱赶紧收拾收拾，快！真的？开饭了！吃什么饭呀？快！听我的啊，先别吃饭，客人马上就到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快点！来生意了，快！生意收拾！什么饭呀？今儿这客户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小美看女的了啊！快去！遵命。欢迎光临。来，请进。先生你好。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，您看一下。哎，你公司这么小啊？先生，您这边请坐。我们公司虽小，但我们的服务却是一流的。先生，喝水。啊，您请喝水。你说都有些什么服务项目啊？我们公司目前处在试营业阶段。除了有租车业务之外呢，我们还新开设了代驾业务。代驾？啊，这位是我们的代驾胡师傅。胡师傅，请抽烟了。不客气。这个代驾的意思就是，以后您不必自己开车，您给我们公司打个电话，告诉我们您在哪，我们就可以开车去哪接您。哎，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，是吧？这个代驾业务非常的适合您。您看，今天您是我们第一位客户，由我来亲自为您代驾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们勤奋租车的创始人艾总经理。艾总。因为您是我们的第一位客户，所以我们艾总决定亲自为您服务。额外赠送您8折优惠。8折优惠？哎，那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试租1天。好。那就艾总亲自为您服务。哦，那就辛苦你了啊，辛苦你了啊，应该的。对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们是嘉盛投资的项目主管。您看一下，之前那个项目是齐总齐娜齐总跟你接洽的哈。那么最近呢，他身体不太舒服，那就提议呢把御苑的改造项目交接出来。那他事情也很多，所以以后就是我们跟您联系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对了，这个项目是您岳父的房子吧？对。那我们也刚看了合约研究了一下，这个项目呢，必须在3个月内完工。我们要分3次对项目进行验收。那您看一下，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了，我们最近可能需要您配合一下。那没问题，配合没问题。就是现在有一个特殊情况。怎么了？最近我岳父他心脏病发了，在家休养，所以我怕影响他休息，就暂时让施工队停几天。那没事。您定个时间看我们什么时候验收合适。好，那我这样，我尽快，好吧？行，你们等我电话。那今天就先这样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慢走。好。喂，我呀，你这样，马上通知拍卖行，把公司的地皮挂出来。对，6000万。没错，6000万。马上。
谢谢您，这趟车租的特别开心，以后再租车我还会找你们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，您收好。哎，好的，好，谢谢您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好，好。喂，我刚到家你就来电话了。今天一直特别忙，一直都想给你打电话，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今天咱们公司签了第1笔单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啊，是啊。所以啊，你看生活每天多美好。咱们的公司已经有客户上门了，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，你说呢？当然了，当然会越来越好啦。所以啊，没有什么事儿值得不高兴。谁不高兴了？哦，没有人不高兴。哎，说说你啊，今天怎么过的？我挺好啊。那就好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哦，没有了。那我收拾收拾东西，下楼吃饭了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好。觉得周展明，菲菲呢？你找我们经理啊？他去见客户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这个我可就不太清楚了。我们经理最近特别忙，事情特别的多。你要是想见他呢，请给我打电话，提前预约。哎，苏珊娜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哪儿得罪你了吗？哪儿得罪我了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菲菲跟我情同姐妹，你对不起她就等于得罪我了。你能不能别再假惺惺的了？你不就贪图她那点钱吗？苏珊娜，你跟菲菲是姐妹，行。你怎么说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我跟菲菲的事情，行。你跟菲菲之间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菲菲那40万呢，已经拿去跟爱勤奋合伙开公司了，你甭想得到一个子儿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请你离开，这儿不欢迎你。再见。就听我说一句，就一句，这里头一定是有误会。我跟齐娜以前是同学，现在只是合作伙伴关系。而且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可以给爱勤奋投资，我就不能接受齐娜的投资呢？哎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我跟爱勤奋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呢？我不想听你再多说什么，回去好好想想吧。菲菲，
找我来干什么？我给你5万块钱，以后别再骚扰我们家菲菲了。哼，想用钱来买断我跟菲菲的关系是吧？别说是5万了，就是500万你也买不了，知道吗？太兴奋呢，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？我就把话搁这儿，就是1分钱不给你，你以后也别再想碰菲菲。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怪不了别人。话说回来了，菲菲的父母也不可能让他们的女儿嫁给像你这样的穷光蛋的。别以为你自己开了个什么皮包公司就怎么样。你也别以为你卖了条假新闻，我就会一直怕你。哟，知道了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智商猜不出来呢。哎呦，还真是低估你了。不过，你猜到又怎么样呢？啊，我只要稍稍的动一点点手腕，菲菲就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想跟我争她，想都别想。顾占明，你这个混蛋！这一拳我是替菲菲打的，你没资格替菲菲说话。周占明，混蛋！周占明，告诉你，别欺人太甚了。想让我放弃菲菲，门儿也没有。你是不是自己心里怕了？啊？知道在菲菲心里，你已经没有地位了。我跟你说，想让我退出，你做梦！我跟你死磕到底！混蛋！混蛋！明儿，喝点水。谢谢阿姨。我就纳闷了，你们俩有什么矛盾，非要分手啊？就是嘛，什么误会说不清楚啊？叔叔阿姨，真不是我想分，这次是菲菲想放弃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前2天还见着你们俩，不是好好的吗？这里面是有误会，但我跟您说，如果没有人挑拨离间，我们俩肯定到不了这种地步。谁呀？谁在挑拨？爱勤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一段呢，我有一个高中女同学跟我联系上了，我也不瞒你们，她是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我。那当然了，我是完全把她当做一个就老同学啊。她是做投行的，那我前一段开公司需要钱，她就借了我一笔，而且还帮我配了辆车，说撑着门面。我想这都是正常的生意往来嘛，对吧？但是为了避免误会，我就没跟菲菲去说这个事情。菲菲还是知道这事儿了，是吧？对呀，那知道她就生气，就不高兴嘛。我也理解。好，那为了她高兴，那我把钱车我都还给那个老同学，我这个生意我不做了啊。你这挣多少钱跟我没关系，只要别影响到我跟菲菲的感情，我还是想跟菲菲好下去的嘛，对吧？但我想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就哄哄她就会好。就没想到这次就一点机会不给我，还跟这爱勤奋。他跟爱勤奋怎么了？我没有证据，我不能瞎说。但我是感觉，目前在菲菲心里，爱勤奋比我重要。我说嘛，那天晚上送菲菲回来那人，肯定就是那爱勤奋。这爱勤奋够厉害的哈，他可真行啊！他把人给撞了，怎么着？他也想把菲菲领回去，给他当媳妇儿啊！他。哎呀，
咱们客观点讲，如果说他们俩真产生了感情，那就公平竞争嘛，啊，反正都没结婚，这我不怕。但问题是，艾勤问完全是图菲菲的钱。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前一段艾勤问开了家租车公司，钱全都是菲菲投的。也就是说，艾勤奋还菲菲那40万，菲菲1分没要，全都投回到这公司里头去了。我就不明白，菲菲这是怎么了？这跟着了魔一样。他这个骗子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也太过分了！哎，你说菲菲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傻呢？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！不行，绝对不成，我得找他去。哎，你找谁去啊你？我还能找谁呀？啊，找那个艾勤奋呢！我要亲自告诉他，少打我女儿主意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呦，叔叔阿姨，这样不好吧？现在还顾忌什么好不好的？再顾忌下去的话，我女儿早被他们家给骗走了。阿姨，来，请喝茶。啊，请喝茶。你看，你们2位来的时候也不打个招呼，实在是没什么可招待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客气了，我们不是来喝茶的，也不是来串门的，只要把事情谈好，讲理，那茶好不好的都是次要的。来谈事儿的，谈什么呢？这钱不是已经还了吗？没错啊，是还了，可是又要回去了，这叫还钱吗？啊，又要回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听不懂了？咱们有话就直说，这样逼打的我有点懵了，是不是勤奋在外边又惹事了？要是这样，你们有话尽管说，我绝不袒护他。那就好。老兄啊，我们可都是一辈人呐，啊，接受的那可都是传统教育啊。现在有好多小年轻的，怎么闹怎么玩，咱不管，3天2头的换男朋友女朋友，那跟咱也没关系。恋爱自由，如果上升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那可就不是一般关系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们家菲菲和展明已经2、3年了，一路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，不容易呀。这不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冒出了你们家爱勤奋，两边挑拨，搬弄是非，勾引菲菲，把菲菲退回的钱给他投资开公司，还要跟展明闹分手。老兄，你说，这是不是有点儿，啊，不太道德呀？这勤奋他开公司的钱是，我们家勤奋跟你们家女儿，这怎么？哎，别怪我装不知道这事儿啊。要说你们家爱勤奋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玩这种把戏，那他可是高手。啊，我们家菲菲多单纯啊！他哪经得起他那些花言巧语？这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。我家勤奋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这，你说这你们家儿子，钱师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回来的正好，你跟他们说清楚。周展明回去告状了吧？他肯定又没说实话。你先别栽赃展明，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啊，这第一，你是不是把还给菲菲的钱又给要回去了？我没要回来，是我跟菲菲2个人商量。哎，你不要解释，啊，我只要求你回答是还是不是。是。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
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啊，那好，我再问你，这第二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菲菲呀？啊？哎，别不好意思啊，说。是。听到了吧？啊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哼，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啊，这就是你们家的儿子，这就是爱勤奋呐。老兄啊，我请你的儿子不要再骚扰我的女儿，行不行啊？他已经毁了1次婚礼了，你们就放过他吧。啊？破坏别人的家庭，那就是无耻。钱师傅，我请你们出去。嘿，你这孩子怎么说？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请你们出去，因为没有必要再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了。我不管周展明说了什么，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们：想让我放弃菲菲，这句话除了我跟菲菲之外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讲。我爱她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请你们走吧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什么态度啊？怎么对长辈呢你？太不像话了，这孩子。我尊重你们是菲菲的长辈，但是也请你们尊重我和菲菲的感情。感情？你也配谈感情？我们走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。对不起啊，老兄，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。好，对不起。这个，那个，慢走。哎呀，什么人呢？他们这家庭啊，教育不出来好孩子。走走。怎么样？没事，走。哎，走。妈，你这事别劝我啊！我不是劝你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怎么跟钱菲菲好上了？怎么，她把钱又给你了？那小美怎么办？你哪儿那么多问题？你什么事都不跟妈说啊？要不是人家闹上门来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。周展明这个王八蛋！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和钱菲菲到哪一步了？妈，你哪儿那么八卦呀？我这叫八卦吗？啊？你的事我妈就不能问了？我们俩没怎么着呢，8字都没一撇呢。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呀？钱菲菲人是不错，你们俩还没怎么样呢，就闹成这个样子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嘛。我们两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趁没开始赶紧结束，听到没有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菲菲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要这么对待展明，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。你说你这个笨丫头啊，被人家骗了还替别人数钱，你说你傻不傻呀你？那艾奇芬有什么好的呀？他哪一点比得上展明啊？你怎么被他弄得是鬼迷心窍了呀你都跟我爸说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跟我说。你就瞒着我们吧，啊，几十万的事儿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，你太大方了吧？那可不是小数目啊，菲菲，你是被人家诈骗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你？我们是合股开公司，我又不是把钱送给人家了，还是要拿回来的。拿回来？就他那德行，我看呐悬。他不是悬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没看他那态度，知道自己有靠山了，知道把菲菲骗的是滴溜转了，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头。你们该不会去他家了吧？怎么了？
我去了怎么了？我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儿子是不能这么教育的。那大街上有钱的单身女孩多的是啊，让他怎么骗就怎么骗吧。拆散别人是遭老天报应的。这都是你出的主意吧？啊，你们也太荒唐了！你给我回来！谁让你走了？啊，这事儿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你非要相信一个出轨人的胡言乱语，我说什么还有用吗？谁出轨了？你把事情搞清楚了吧，你就下这种定论。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展明不就跟女同学接触多了点吗？啊，那都是展明的客户啊，哪有跟人不见面的？再者说了，人家给展明投资，展明不跟人家吃饭说得过去吗？吃饭、见面，车都送了，他还想干什么呀？展明说了，那车不是送的，那是为了做生意方便给他配的车。那不告诉你，不是怕你误会不开心吗？哼，编的可真动听哈。菲菲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编。你要不信，咱当着叔叔阿姨面，咱给齐娜打电话。行了行了，你自己都把钱给人家了，展明怎么就不能收人家投资呢？展明这是正常的，我看你那才是不正常的。展明把车跟钱都送给人家了，你把钱给我要回来，要回来呀，这不就算扯平了？啊？这算什么道理啊？怎么就扯平了？换作是以前，我怎么都相信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可以继续编谎话来骗我，但是我做不到继续骗我自己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已经爱上爱情分了。但是截止到今天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行为。是你让我确定我内心的真实感受。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再直截了当一点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你这算什么意思啊？这就算是谈崩了啊？展明啊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呢就交给我们了。菲菲迟早会跟你在一起的，她敢要跟那个爱勤奋在一起，我就跟她断绝父女关系。别，行，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你们父女关系啊！千万别。哎呀，气死我！破坏别人的家庭，那就是无耻。老兄啊，我请你的儿子不要再骚扰我的女儿，行不行啊？他已经毁了一次婚礼了，你们就放过他吧。想让我放弃菲菲，这句话除了我跟菲菲之外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讲。也请你们尊重我和菲菲的感情。感情？你也配谈感情？我们走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。我不是劝你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怎么跟钱菲菲好上了？我爱她，就这么简单。钱菲菲人是不错，你们俩还没怎么样呢，就闹成这个样子。我们两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趁没开始赶紧结束。谢谢。都跟你说过了，
这顿饭不是给你做的。爱勤奋，咱不蒸馒头争口气啊！你就不能奋发图强，向你的名字致敬一下，下个狠心，让别人看看呢？那你别动，来，我背你，我背你。去哪儿啊？先往前开吧。